1952年，人类迎来工业制造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美国汽车大厂福特公司在俄亥俄州打造了一间划时代的汽车引擎生产工厂，透过42部自动机器进行500种不同的加工和操作，还可以顺便把 NG 品给检查出来。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自动化工厂，也就是俗称的无人工厂。因为几乎完全没人，全部都由机械手臂 AGV 这些自动化设备完成，所以灯也不用开了。近几年来，大厂像富士康、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也都建立了这样的工厂。不过，就当我们以为工厂自动化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迈进，一间工厂全部不用人，人只要做点决策、数数钞票就好的时候，竟然在此时又出现了新的想法，人居然被加回来啦！叫做人机协作。究竟人机协作是什么？人机又该如何协作呢？Hello， 各位挚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制造业的新发展吧。进入正片之前，也欢迎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给我们一点支持和鼓励，给大家看更多台湾制造实力。无人工厂虽然强大，但其实缺点也不少。首先就是钱的问题，自动化的制程设计费时耗力，尤其组装线，一个产品零件有时动辄上百上千个，每个组装步骤都要自动化，就必须要用相当多的设备，设备一多 bug 就多，还要测试。如果不是一个大企业，生产那种很高价又很大量的商品，像是 iPhone 啦、特斯拉这种年出货万来易去的东西呢，自动化根本就不划算，没这个量，还不如让人来做更简单暴利。事实上，目前除了少部分科技产品，真正能实现全自动生产的也非常少数，尤其像服装、包袋这种产业是属于快速少量多样化式的生产，就始终只能属于人力密集的生产模式，完全不用人力是非常困难的。就连一龙马斯克也曾经希望全关灯来量产特斯拉的 Model 3，但努力过后还是放弃，有感而发地说：“我们低估了人类。”既然除去人类实在太难，所以开始有人思考新的模式，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人机协作。字面上来说，人机协作就是人和机器一起工作。这时候你可能会问，无人工厂一般工厂不就早就有很多机器人、机械手臂、无人车什么的吗？这不就是人机协作吗？不，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传统工厂的机器人或是自动化设备都会被关在栅栏或是特定的区域里面独立作业，这就叫做人机分作，就是人跟机器是各司其职、互不沟通的。而人机协作就是指人跟机器真的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一起工作，就像你隔壁同事一样，可以互相合作。不只是分工，而且还可以互相学习，一起成长，改善工作流程，而且还不用跟他尴尬的午餐，不会跟你不合，耍心机冲康你呢。相较于取代人力以100%自动化生产为目标的无人工厂，人机协作更偏向在于制造过程加入人这个角色来作为训练师，让机器越聪明就可以承担更多而且复杂的制造端的任务，解放人类可以花更多心力在更复杂、灵活度更高的工作。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团队也透过实验发现，相较于纯 AI 应用的机器人或单纯人类组成的团队，人机协作团队的工作效率是更高的哟。而且不止在大量制造时可以更有效率，成本还更便宜，弹性也更高。加上现在 AIoT、5G 的发展，通讯技术更进步，技术也变得更能实现了。连以往认为只有人才能做的工艺类型产品，现在也可以透过人机协作来加速制成哦。这就是为什么产业会逐渐从无人工厂开始骑上人机协作的原因。而人机协作的关键，当然就是那个机。从10年前就已经有许多工业机器人大厂开发可以跟人一起协作的机器人，像 ABB、法纳科、西门子，台湾的上银、达明、博君、海亮，甚至国内知名的科技大厂，像微星、伟创、华硕都有做哦。不过工业上其实要让人和机一起工作，其实也没那么简单。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安全性。各位想想看，传统工厂把机器人围起来，当然是有考虑的。毕竟机器是钢铁做的，不管重量和力量，随便来个一下就能制造一个悲剧，当然是要非常谨慎的呀。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也在2016年3月发布了 ISO TS15066人机协作时的安全规范，也就是上面这些规定。基本上就是确保机器人在工作的时候不会让人受伤。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只要装感测器，侦测到人，减个速，控制一下力道，不就得了吗？实际上，传统的距离感测器光感测容易有死角，而且感测的材料也有限制，感测器很难覆盖全部的位置。如果人员忽然出现在死角的位置，或是侦测到，但机器人反应又不够快，刹车不及，就有一个悲剧啦。
这样不行，就需要有更强大的方案。目前最新的技术方向就是让机器人更像人，也就是让它拥有机器触觉。不同于传统请勿靠近的思维，这种机器触觉的设计思维就显得非常有人性。它是建立在触碰上，就像人类不小心碰到另外一个人，我们就会把手收起来，这就是一种自然的反应。目前主流的发展方向就是为机器人安装上一种类似人类皮肤的安全装置，可以侦测各种碰触和接触的情况。这种装置的原理呢，就是透过内建精密的触觉感测器，面对各式各样的触碰就可以产生反应，并且让机器人停止的讯号。而触觉感测器就是一种压力感测单元阵列的整合电路，这上面每一个单元都能够检测压力，跟我们人类的皮肤神经感觉是非常类似的。在台湾的元件精机就有一种称为安全皮肤的产品，它能够安装在机械手臂上可能会产生碰撞的位置，让机器人只要碰到东西就停止。目前也已经实际运用在产线上咯。除了触觉，也有一群人从视觉下手，让机器人更像人，可以辨识各种的物件，也就是机器视觉。除了能够达到安全的目的，也可以让机器人的工作更精准，快速的学习接手工作。而机器视觉又可以分成 2D 和 3D。这两个差别在于 2D 只局限在 SY 方向的平面测量，基本上就是类似传统的摄影机，而 3D 视觉呢，则可以取得 Z 方向的位置资讯，进一步掌握物体甚至空间之间的关系。像现在 AR、VR 都需要用 3D 视觉技术的配合，手机的相机也都有类似的技术，可以说是现在最主流发展的技术之一哦。台湾厂里面利普斯也做了很多这种 3D 摄影机的深度相机，可以看到他们的相机就可以提供降立体的点状资讯，机器人就可以利用这样子的资讯更了解这个世界，搭配辨识技术，要认人也是没问题的哟。解决安全性的问题，人机要顺畅的协作，就是要有脑，要聪明。产线上你总不需要有个猪队友，对吧？以往人类需要先从控制器或写程式来下指令，让机器人跟着指令来动，需要专业的工程师或技师才能够做到，是相当困难的。虽然后来有研发可以透过引导学习的方式，让人直接手把手教机器人怎么动，就像带小朋友一样，你拉他做一次，他就记录下来，是有让学习机械手臂的门槛大幅下降。但大致上机器人都是属于没脑，需要人类操作调教的情况，不然就是一次只能做一件事，突然间想找机器人去做别的事呢，就会很麻烦。但最近因为 AI 大爆发，机器人居然开始变聪明啦！因为前面有说到机器人有视觉，这时候就能够透过 AI 训练来辨识，更能理解现实，进一步就能思考判断，再下达指令控制动作。目前台湾所罗门的 AcuPick 达明机器人的 AI Kobo 都已经有类似这样的应用，有脑的机器人就可以实现自己判断最佳的路线或流程，程式什么的都可以丢了，甚至机器人可以自己找出最好的做法，甚至还可以做比人更复杂的工作哟。也难怪老黄在演讲中要秀那么多机器人啦， AI 就是机器人的最后一块拼图，最软的那一块。前面提到了这么多企业，难道是业配吗？不 ，you know， 这是投资标的呀。其实从生活中也能观察到，人类的未来跟机器人已经渐渐不可分了。你看，家家都有扫地机器人，擦窗也有机器人，行动送货都可以靠无人车。也许未来人机又不用协作喽，工厂全部都是人形机器人，想弄个产线也可以交给 AI 可以帮你规划工厂，数位模拟一下，除错都搞定。这些在上次老黄的演讲中都有提到。100年后的今天，人形机器人将无所不在，就像今天的汽车一样的不偏。机械公敌、魔鬼终结者电影中的世界正逐渐的到来，你也期待这天吗？不，我不要！人类要消失了吗？拥抱的温暖呢？人类的爱呢？台湾最美的风景呢？再见了，各位！干爹的任务还没完成呢，我还不能消失。2024台湾机器人与自动化展即将在8月开展，各位一起去亲眼见识一下吧。今天就说到这啦，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